有一种说法，其实2012年地球已经毁灭了。玛雅预言没错，只不过毁灭不是物理上的，而是整个地球悄无声息进入平行时空。最近一部新片就用了这个设定，双轨人生。更绝的是，片中平行宇宙的设定并没有沦为噱头，而是用同一个人在不同时空的不同选择，揭示了某种真相。这是地球进入平行时空的那个夜晚，一个女孩正躲在厕所等待验孕棒结果，殊不知她已经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A 时空女孩没有怀孕，高兴的大叫起来，而 B 时空女孩却垂头丧气，她怀孕了。这是大学毕业狂欢夜 ，A 时空的小美融进人群，肆意庆祝 ；B 时空的她只能找到男友说出一切。他们早已和平分手，男友沉默了好久，还是说 Should be your choice. It is your choice. 最终，小美决定留下孩子，而这断送了她和男友的梦想。小美本打算一毕业就去洛杉矶画动画，为此她大学专门修了2个专业，把2维动画和3维动画都学了。而男友梦想当歌手，一直在酒吧驻唱，还拉到赞助，一毕业就全国巡演，现在都泡汤了。第二天 ，A 时空的小美坐上闺蜜的车，直接前往洛杉矶；而 B 时空，小美只能坐上男友的车，回家找爸妈坦白。美国式妈妈和咱中国根本不一样，她最生气的不是女儿英年早孕，而是她和老公的2人世界没了。她和爸爸吵个不停，始终不肯放弃计划好的旅行。而男友见状，直接跪下来求婚，照顾小美。没等小美拒绝，爸爸就扔下吵架的妈妈，警告男友。最终，爸爸妈妈勉强收留小美，可第二天一大早，正在睡觉的小美就被吵醒了，是妈妈在她床边跑步。没等小美抱怨，妈妈的抱怨就来了。Someone suddenly invade your space. 小美的孕期生活就这么跌跌撞撞的开始了。幸好男友足够负责任，而 A 时空的小美也已经抵达洛杉矶，和闺蜜一起租了房子，正在兴致勃勃投简历，对未来充满希望。可一连很多天，一个面试机会也没有。她主动出击，到一个宴会去蹲最喜欢的动画制片，没想到宴会门口守着保安，小美进不去，只能在外面喝闷酒。一个帅气的男人搭讪，带她进去，帮她弄到面试机会，甚至透露了面试官偏好。原来男人就是这家公司的职员。就这样，小美成功入职，一手梦想，一手爱情，小美的日子蒸蒸日上。而另一个时空，小美已经被怀孕，整抑郁了，和闺蜜打着电话就开始哭。Can I just call you back later so I can cry on this couch by myself? 她还特意剪头发，可一剪完更抑郁了。I don't want to look like one. 这天，小美又坐在沙发上哭，妈妈告诉她 There's this thing that happens when you get pregnant. No one talks about this. That is a huge brain adjustment. You are letting go of your old self. 而 A 时空的小美上班努力工作，下班谈恋爱，回家还能和闺蜜 girl time， 日子别提多逍遥了。上一秒，小美还在老家养娃，下一秒，小美就在大城市打拼。上一秒，小美短发利落，下一秒，小美又长发飘飘。上一秒，小美一人哭着抑郁，下一秒，小美和男友笑着约会。同一个小美在2个平行时空拥有截然相反的人生，只因一个变数：大学毕业那年，她是否怀孕。B 时空怀孕的她留在老家养娃，焦虑、抑郁、哭泣。A 时空没有怀孕的她去了大城市追梦，自信、阳光、爱笑。深夜 ，B 时空的小美不睡觉，在看育儿书 ；A 时空的小美也没睡，在练习画稿。当 B 时空的小美痛苦生孩子时 ，A 时空的小美在为梦想努力。当 B 时空的小美整天围着孩子转 ，A 时空的小美工作、恋爱、旅行。但渐渐的，老家的小美有孩子爸爸卷毛的帮助，也适应了生活。大城市的小美也和同事小帅谈着恋爱，计划要同居。这一天，在 B 时空，卷毛租了一大套房子，邀请小美带孩子一起住，暗示结婚。可小美拒绝了，她害怕婚姻会再一次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还口是心非，劝卷毛找别人谈恋爱。没想到，在孩子半周岁的庆典上，卷毛真的带来了新女友，私下还和小美说 But I do have to thank you when I met her. 小美只能勉强笑着。 Well, then you're welcome. 而在 A 时空，小美的同居计划也搁浅了，男友跳槽去了另一个城市工作，每天只能和小美电话联系，就这还老是信号不好。这一天，小美鼓起勇气把自己的绘画稿拿给总监看，没想到总监把她的稿子批得一无是处，抄袭、平庸，没有特色。小美很伤心，再次联系男友，可他忙着去工作，信号也不好，根本无法给到安慰。不同时空的小美都遇到了情感问题，而每一个她都得到了父母和朋友无条件
件的支持。不同的是 ，B 时空的小美一直有父母的帮助，渐渐走出阴影，为了照顾孩子，还和卷毛友好相处。而 A 时空的小美独自面对大城市的压力，最终被辞退，准备回老家散散心。神奇的是，老家有个朋友奉子成婚，小美刷朋友圈看到新郎竟然是卷毛，她只是愣了一瞬间，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平行时空，小帅是自己孩子爸爸。第二天，她如约去参加订婚，没想到新娘拉着她，一直打探她的底细。在大城市混得不顺的小美十分难堪，扭头就要离开。朋友劝她，可她执意还是走了。没想到另一个时空的小美竟然去了大城市看朋友，而她也有了神奇的经历。这个帅哥故意把酒洒在小美身上，想要联系方式，可小美早已有了孩子，果断拒绝。殊不知，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小美没有孩子，而这个帅哥就是她的恋人。小美和朋友吐槽，这个男人挺合我眼缘，可惜我有孩子了。而帅哥回到座位，还是继续朝她张望。他们短暂交集，再无瓜葛，只因多年以前，在决定小美有没有怀孕的那个时刻，地球有了平行时空。这个时空，小美把孩子托付给孩子爸爸，专门到大城市来看朋友，计划待1周。没想到一给孩子打电话，发现孩子被丢给保姆，爸爸不知所踪。小美很担心，当下就要收拾东西走人。朋友很难过，他为了招待小美，专门请了1周假。可小美还是强硬表示 Yeah, but I don't know her. I don't know who this person is. 朋友跑到一边伤心难过，小美看到了，也只能硬着心肠，立刻赶回了家。他冲着孩子爸爸卷毛大发脾气，可孩子爸爸却解释他去和女友求婚了。小美一时呆愣，她心中早已爱上了卷毛。小美很难过，再次拾起了画笔，她决心完成大学时因为孩子耽误的梦想——画动画。与此同时，另一个时空的小美也不好过，她失联，被辞职，也回了老家，剪短头发，准备重新开始。而她的选择也是画动画。生了孩子的小美画的动画《夜猫子》，灵感来自于她总是半夜不睡觉的孩子；没生孩子的小美画的动画《追梦》，灵感来自于她独自到大城市打拼的经历。最终，2个时空的画都投稿给了一个动画电影大赛，而且都获奖了。B 时空的小美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孩子爸爸卷毛，而卷毛也受邀成为了大赛表演嘉宾。A 时空的小美把这个好消息和前男友小帅分享，可小帅没接电话，只能留了语音信箱。终于到了颁奖这一天， B 时空的小美一身粉色西服， A 时空的小美一身蓝色西服。虽然穿着不同，但他们都散发着自信的光芒。颁奖时 ，B 时空的小美和 A 时空辞退小美的总监谈笑风生。A 时空的小美也被总监喊住，邀请她重新加入公司。小美愉悦答应，然后去喝酒庆祝。没想到竟然偶遇了卷毛。这个时空的卷毛在大学一毕业就带着乐队巡演，现在已经大获成功。也许是冥冥中的感应，小美谈起了大学毕业那天晚上，她躲在厕所测孕，如果有了孩子，也许今天他们就是另一种命运。卷毛吓坏了，赶紧说自己已经结婚。小美笑得释然。You're gonna be such a good dad. 走出酒吧，小美听见一阵吵嚷，是前男友赶到，正在求别人把票卖给她，她是来求复合的。而在另一个时空，小美欣赏着卷毛第一次大型演出，好奇地问 Where's Miranda? 卷毛深深地看着她。We ended things. 小美惊讶地道歉，而卷毛却说 This wasn't you. 最终 A 时空的小美有了小帅， B 时空的小美有了卷毛。深夜，他们同时去了大学当年验孕的那一间厕所，站在镜子面前，不知他们是否感应到了对方，几乎就在同时，微笑而笃定地说 You're okay. 然后他们走出门，挽住各自的男友，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有了幸福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纠结后悔，如果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今天的我们会不会有所不同？可其实每一种选择都有其收获和代价，每一种人生也都有其顺遂和困境，没有完美的选择和人生，但只要活出自我，保持热爱，无论如何选择，你终究会拥有幸福。